係莉絲卡。一直以嚟我都好想一個人去北歐，但係一諗起要做10幾個鐘頭嘅旅行攻略，我就頭痛。身為一個又懶又追求效率嘅我，未去過歐洲，連日本都未去過。如果我將整個行程14日，倫敦加瑞典加丹麥，港幣3萬蚊嘅預算交俾 AI 處理，究竟結果會係點？今次除咗會用 AI 規劃行程，我仲會帶埋呢一份 AI 規劃嘅行程去當地實測。究竟 AI 會係我嘅神隊友定係豬隊友？呢一個系列會分為幾條影片。首先，我會分享我點樣去用 AI 去規劃呢一個咁複雜嘅行程，包括景點安排、食咩、交通、住宿、退稅、簽證等等。然後我會分享我點樣去用 AI 做好出發前嘅準備。最後當然係去當地實測。如果你對 AI 冇太大認識都唔緊要，因為我會手把手帶你去體驗我點樣去用 AI 規劃行程。另外呢一個懶人公式都可以幫到你。我哋只需要自然語言，即係我哋普通講嘅說話，再加安排角色，再加你係邊個，再加目標及要求，再加輸出格式，例如你要表格或者 mark 單，再加追問就可以完成㗎喇，非常之簡單。呢一條影片會分為5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會係事前嘅 brainstorm 會以簡單為主，因為今次呢一個行程我一啲 idea 都冇，所以我一定要有少少 brainstorm 去決定去邊一個地方。第2部分就係計劃行程。第3部分會教大家點樣去追問。第4部分就會教大家點樣去生成行程。第5部分就會教大家我點樣去查證 AI。因為 AI 咧其實唔可以盡信嘅，佢只不過係一個輔助嘅工具，我哋必須要進一步查證。旅程嘅第一步就梗係由零開始 brainstorm 啦。我連去邊2個國家景點都唔知道，所以我會直接問 AI 取得基本概念。因為係 brainstorm，所以我嘅提示詞會係非常之簡單。至於選咩工具呢，其實就冇乜所謂，用你平時用開嘅聊天機械人就可以。如果你唔知道乜嘢係 AI 聊天機械人，亦都可以睇返我呢一篇嘅文章。呢一篇文章我就推介咗幾個 AI 聊天機械人，大家就可以選擇其中一個開始。我第一個會用嘅提示詞就係叫佢建議2個適合一個女仔同埋安全嘅國家，而呢2個地方呢係要接近嘅。我會用 ChatGPT 嚟做示範。至於選擇乜嘢嘅模型，因為而家係 brainstorming 階段，所以呢我就唔用推理模型，我會用 ChatGPT 4O，因為比較快。你見到我呢個提示詞已經安排咗一個角色俾佢啦，話俾佢聽我係邊個啦。你嘅目標同埋要求，譬如好似我咁樣呢，其實最重要一點啦，我就係要安全同埋便利，因為呢一個女仔去啊嘛。暫時我冇要求佢嘅輸出格式，因為而家係 brainstorming。完成之後呢，就點擊箭嘴，跟住佢就推介咗日本同埋韓國俾我啦。但係呢個唔係我想要，我想要北歐。而我喺提示詞入邊確實係俾漏咗佢嘅，所以呢，我就會追問，話俾佢聽我想要北歐。跟住呢，佢就建議咗丹麥同埋瑞典，亦都因為咁樣啦，我就選擇咗丹麥同埋瑞典。佢會話俾我聽點解要揀呢2個啦。跟住佢就會有一啲好簡單嘅行程俾你啦，住宿建議、預算、小貼士全部都有。因為係 brainstorming 階段嘛，你都可以繼續問佢。所以係 brainstorming 階段，你大概就已經揀咗會去邊啲地方，住邊啲地方，去邊啲景點，大概呢已經有個 idea 㗎啦。如果你想再多啲圖片呢，或者係影片選擇呢，你就可以用 Janspot。進入 Janspot 呢個網站，我哋去到 Travel 呢個頁面。提一提大家，教學所有連結已經放喺影片下方描述欄，大家可以喺影片下方描述欄取得連結。要使用先註冊免費會員，用 Google 就可以登錄。我輸入瑞典丹麥9天自由行，完成之後點擊箭嘴，就會提供瑞典丹麥相關行程。點擊其中一個，就會見到有相關行程。呢一個網站嘅好處就係在於佢生成嘅行程仲有圖片同埋影片，所以如果你對嗰個地方唔熟悉嘅話呢，呢一個網站呢就真係幫到好多。因為我真係未去過，所以見到啲相你就會更加容易決定景點。
右方嘅文字輸入欄呢，你可以繼續輸入。喺瑞典同埋丹麥，我大概有個印象之後，我跟住呢就會睇丹麥旅遊攻略，就可以更加專注咁樣去睇丹麥嘅景點。佢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啦，譬如呢個係同攝影相關嘅，呢一個呢就係歷史文化，就可以根據自己想要嘅呢就去睇。譬如我想睇歷史文化，我就可以撳呢個啦，就會提供丹麥歷史文化自然相關旅程。所以呢個網站對於你完全冇任何頭緒呢係非常之有用嘅，尤其是係 brainstorming 嘅階段，因為你睇到裏邊啲圖同埋影片，你就會知道究竟呢一個地方你想唔想去。喺 Janspot 呢個網站攞完靈感之後，翻返去 ChatGPT 繼續問問題。第二條問題呢，我就叫佢推薦航空公司，我就會問佢幾間航空公司由倫敦去斯德哥爾摩。佢根據 delay 情況、安全、用戶評價等全面評測，叫佢推薦邊一間公司。我要佢俾排名同埋原因我。但係當我問邊間航空公司最好嘅時候， AI 大亂鬥就上演啦。喺我俾咗幾間由倫敦去斯德哥爾摩嘅航空公司俾 AI，ChatGPT 認為首選係英國航空，次選為北歐航空。Gemini 就認為北歐航空同埋英國航空都係最佳選擇。Grok 就認為北歐航空係首選，而英國航空係次選。呢個時候就需要運用人類智慧，睇下邊個理由更加說服你，需要查證。因為之前我已經問咗一條問題，就係究竟邊啲國家係適合一個女仔去啊嘛。第一條問題問完之後，我大概已經知道自己想去邊，所以第三條問題我就會問佢，一個女仔如果要去倫敦、瑞典、丹麥，叫佢提供住宿建議。每一個地點呢，我要佢推薦3間青年旅館，要安全嘅，住宿呢要近市中心，交通要方便，地方要乾淨。我要佢俾排名同埋原因我，因為我冇錢啊，所以我就揀青年旅館咯。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嘅情況去選擇嘅。第四條問題呢，我就叫佢呢作為一個專業導遊呢，就開始幫我規劃行程啦。但係咧，你見到咧，其實我嘅提示詞咧係好簡單嘅，因為呢個時間咧都仲係 brainstorm 階段，我需要攞到一個初步嘅行程咧，我先至會開始做呢個行程規劃嘅。頭先講過啦，brainstorming 嘅階段咧，我係唔會俾太過複雜嘅指令，目的只係得一個，我要快速攞到靈感，確定到自己想去邊，就好似初步嘅青年旅館建議，都係用嚟感受一下當地嘅住宿風格同埋價位。做好 brainstorming 之後，我哋就開始規劃行程。行程規劃嘅第一步呢，首先我會查機票。規劃行程其中一個最煩嘅呢，就一定係揾機票，又要直航，又要平，又要時間靚，真係諗起都頭痛。所以我今年呢，就會有唔同嘅玩法，就係用 AI agent 啦。其實呢，有幾個唔同嘅 AI agent 啦，譬如 ChatGPT agent 啊、Minimax 啊等等都可以用嘅。ChatGPT agents 咧，付費用戶咧就已經可以用啦。如果你係 Plus 嘅會員，每一個月會有40個信息係使用 ChatGPT agent。而 Minimax AI agent 註冊之後咧就會免費提供1000個 credits 嘅，每一次消耗大概1至200個 credits。酒店同埋查機票都係差不多咧，都可以用 agent 去幫你嘅。我今次咧就會用查機票同埋 ChatGPT agent 去做示範。我用 agent 嘅原因，因為佢唔單止係一個聊天機械人，佢仲係一個自主會完成任務嘅執行者，就好似一個小助理，會理解我嘅意圖，然後咧就會調用相關嘅工具接口去幫我執行任務。用 agent 之前會見到呢個 pop up， 話俾你知會有 privacy risk 嘅，所以大家要衡量一下係咪真係揾佢訂機票同埋酒店。我自己就冇揾佢訂機票同埋酒店，淨係叫佢幫我做 research 嘅啫。因為睇完 ChatGPT 大隻 pop up， 再加上呢個 safety and privacy， 我都係覺得佢揾完資訊我去訂安心啲。要使用 ChatGPT agent， 翻返去 ChatGPT 呢個位置見到工具，點擊之後會見到代理程式模式，輸入任務。我輸入咗呢一個任務，叫佢幫我揾機票。完成後點擊箭嘴 ，ChatGPT agent 會自動去網站搜尋機票。整個過程咧係需要時間嘅，因為佢需要去逐個網站查機票。查完機票之後，佢就會話俾我聽時間同埋航班。
我就可以根據佢呢一個搜尋去訂機票。之前都有講過啦，其實佢係可以幫我訂埋機票嘅。不過因為我擔心 privacy，同埋佢幫我揀咗機票，已經慳咗我好多時間，所以我冇叫 ChatGPT Agent 繼續付款流程。如果冇 ChatGPT Agent， 亦都可以用 Minimax Agent， 連結已經喺影片下方描述欄。要使用，我哋用 Google 賬戶就可以登錄。登錄之後就會有1000個 credits， 同 ChatGPT Agent 差唔多。呢個位置輸入任務，點擊 Run， 就會根據你要求嘅任務查機票。點擊呢個 PDF， 右手邊就會見到整個機票搜索報告。呢個位置點擊任務中的所有文件，就會有唔同嘅格式 PDF 文件都可以下載。我之前查咗好多機票，新用戶會有1000個 credits， 每一次查詢會消耗大概你100幾個 credits 嘅。其實呢，要睇下你幾複雜。我之前叫佢生成行程表呢，佢就會用咗我200幾個 credits。如果係查機票，大概消耗100幾 credits。查完機票、酒店之後呢，我哋就真正開始規劃行程啦。機票住宿搞掂，戲肉呢就嚟啦。我哋而家開始要將一個空泛嘅行程變為一個詳細嘅行程。呢一個步驟除咗要將頭先 brainstorm 嘅嘢整合，仲係會考驗我哋識唔識得追問。而家我就可以套用翻頭先同大家所講嘅懶人公式。角色扮演，你係一個專業導遊，去幫我規劃14日倫敦、瑞典、丹麥自由行嘅行程。我嘅目標全部都會寫晒落去，譬如我嘅行程安排啊、時間啊、地點啊，全部都有晒嘅。當佢生成呢一個行程表，再加埋輸出格式，譬如我要表格形式啦，我哋就要開始我哋嘅瘋狂追問啦。AI 俾咗呢一個初步行程我，其實都唔錯，但係淨係咁係唔夠嘅，因為一個女仔去旅行，安全咧同埋方便咧先係最重要嘅，所以咧我就準備咗一連串嘅奪命追問啊，務求咧就係將細節都問到清清楚楚。呢一啲咧就係我嘅行程補充咧，就係補充翻我之前嘅行程表嘅。因為咧，如果我哋用呢一個聊天機械人咧，一次過就唔可以問佢太多問題。如果你問佢太多問題，一係咧佢就會有幻覺，唔知答咗啲咩俾你；一係咧佢就會答嘢太過簡單。你問得太多問題，有時候佢嘅輸出反而冇咁詳細。所以有一啲問題咧，我就會用追問嘅方式嘅。譬如呢一啲嘅景點開放時間啊、門票價格啊、交通安排嗰啲啦，我亦都可以追問佢啦，叫佢推薦一啲拍攝地點啦、最佳嘅拍攝時間啦、推薦手信當地特產啦。附近有冇啲便民嘅服務或者設施啦？景點入場券點樣去買啊？有冇折扣啊？跟住仲要分析一個女仔如果自由行住青年旅館可能會遇到嘅問題，叫佢提供注意事項同埋解決方案。另外咧，其實我哋都可以問佢咧，需唔需要辦理簽證啦？如果需要，我哋要佢列出點樣去辦理簽證，點樣去退稅啦？有冇啲當地文化要注意嘅禮儀啦？機場入境注意嘅事項啦，等等呢一啲咧，你都可以繼續追問佢嘅。又或者你遇到突發情況，譬如班機延誤啦，你就可以問佢有邊啲地方係可以跳過嘅，你就可以跳過嗰啲行程啦。不過追問就唔好開一個新嘅聊天窗口，要用返同一個，即係你本身叫佢規劃行程嗰個聊天窗口。你會見到我一開始問佢嘅嘢，跟住追問嘅問題，所有追問嘅問題都係喺同一個聊天窗口。完成所有嘅追問啦，我哋就可以正式生成我哋嘅行程啦。有3個方法嘅，第一個方法就係繼續用呢個 AI 聊天機械人，因為我哋之前已經同 AI 聊天機械人講咗好多嘢啦。所以我哋叫佢根據以上對話重新整理行程，用表格形式再俾多次你就可以攞到一個完整嘅行程表啦。第二個方法咧就係用 Deep Research， 譬如 ChatGPT 嘅 Deep Research 啊，又或者係 Gemini 嘅 Deep Research， 甚至乎係 Grok 嘅 Deep Research 都可以。但係咧，我哋用 Deep Research 咧，我哋就唔好再做咁多追問啦。
我哋咧就將我哋所有嘅問題連埋追問嘅所有問題，好似我咁樣咧，一次過俾晒 Deep Research， 佢就會做咗一個好深入嘅報告俾你㗎啦。要使用 Deep Research， 大家可以選擇一個自己常用嘅工具，譬如 Grok 呢個位置會見到 Deep Research， 又或者 ChatGPT 呢個位置嘅工具都會見到深入研究。今次我就用 Gemini 做示範，打開 Gemini 呢個位置見到 Deep Research， 點擊一下，然後我就輸入整個行程，包括我之前所講嘅追問問題都放咗喺呢一度。一次過做報告，完成後點擊箭咀，跟住佢就會出咗一個大綱俾你。如果覺得個大綱 OK， 就可以點擊開始研究。因為佢呢個研究報告比較深入，所以需時，大家需要耐心等待。報告已經生成，你就會見到佢生成一個非常之詳細嘅行程。右上方點擊 Export， 就可以將佢變為文件。總共31版，不過 Deep Research 有個唔好嘅地方呢，就係佢個行程嘅表格有啲怪，突然間多咗2個 column。雖然行程表格嘅格式咧係差啲啦，其餘嗰啲都做得幾好嘅，譬如呢啲嘅安全策略啦，或者係青年旅社嗰啲分析啦，跟住點樣去精明消費啦，連慳錢秘笈都有，影相嘅景點啦，拍攝技巧啦，手信指南、離境退稅都真係好詳細，31頁。如果嘥得太多時間去執呢一個格式呢，第二部分嘅行程呢，我就會用翻我第一個嘅方法，即係用翻普通嘅 AI 聊天機械人去生成第二部分嘅核心行程，其餘嘅資訊就可以用翻 Deep Research。除咗可以 export 做文件之外啦，你點擊 Create， 你就可以做個 web page 嘅。用 web page 嘅形式呢，就會靚好多。第一個 tab 嘅旅程總覽仲會有埋預算分配啦，關鍵行動日期。詳細行程會有每一日嘅行程啦，頭先所講嘅實用資訊呢，就會喺晒度。Web page 呢就會精美好多。右上方點擊 Share， 再點擊 Share， 複製呢條連結，就可以同朋友分享你呢個行程。然後你個朋友就以為你咁勁，為咗一個行程做咁多嘢，其實全部都係 AI 做。第三個方法就會用 AI Agent。同之前 ChatGPT Agent 查機票、查酒店一樣，都係用 ChatGPT Agent 做示範。打開 ChatGPT， 點擊呢個位置嘅工具，代理程式，輸入任務，同 Deep Research 一樣，都係將所有嘅問題連埋追問一次過俾佢。完成後點擊箭咀，佢就會逐個網站幫你揾資料，然後俾個行程你。一樣都係需時，所以需要耐心等待。佢就根據我嘅要求輸出呢個行程。佢仲會有埋個 map 嘅，因為我要求俾埋 Google Map 連結，直接點擊連結就會去到 Google Map。我要求佢有個 Excel， 所以佢亦都有個 Excel 去方便我編輯同埋列印。點擊下載就可以有呢一份 Excel。另外我追問嘅資訊都喺晒度。不過呢啲資訊我覺得 Deep Research 比較詳細，所以我會整合 Deep Research 同埋 Agent 嘅內容。如果你覺得個行程淨係分上午、中午、下午、晚上呢，係比較簡單，你亦都可以同佢講行程安排落實到小時上，佢出嚟嘅行程就會仔細好多，逐個小時咁樣俾你。因為我去14日呢，我就唔想太詳盡，因為實在太長啦，所以我淨係分上午、下午同埋夜晚。睇到呢一度生成咗行程之後，係咪以為已經完成呢？少年，你太年輕啦。AI 係需要進一步查證嘅，因為有時候佢提供嘅地圖係錯嘅，簽證嘅資訊個個 AI 都唔同嘅，所以我係會做進一步嘅查證。第一步，我會揾另一個 AI 去做初步查證，即係話原本你用 ChatGPT 去生成呢一個行程，我之後呢就會用 Gemini 咧去查證佢。如果你用 Gemini， 你咪揾翻 ChatGPT 去查證啦。你就唔好用同一個 AI， 你用另一個 AI 去查證。我點樣去查證呢？
因為我呢個行程其實係揾 ChatGPT 生成，所以呢，我就會揾 Gemini 去幫我查證。我就同 Gemini 講，附上我嘅行程安排，叫佢根據以下嘅行程去檢查附件嘅行程係咪已經係最順路，有冇啲景點係值得去，但係我行程裏邊係冇呢？跟住呢，我就會將我嘅行程規劃好簡單咁樣咧話俾佢知。跟住呢，我仲會同佢講呢，行程嘅緊湊度呢，我要中等，因為我唔想太緊湊，就係等 Gemini 大概知道我想要做啲乜嘢，咁樣佢先至知道點樣去檢查我呢一個嘅行程表嘅。講咗自己要求同埋上傳行程表，點擊箭嘴， Gemini 就會分析我嘅行程，包括我嘅預算。佢就話咧，我而家嘅行程咧，因為啲門票啊嗰啲其實已經佔咗好大部分啦。佢話我呢個預算咧係非常之緊張，佢就有啲建議俾我咧，就叫我減散啲錢嘅。跟住佢就根據我嘅行程話俾我聽，裏邊有咩地方要優化。除咗一啲唔暢順嘅地方，佢話俾我知有埋建議之外，佢亦都會話俾我聽有咩值得考慮嘅景點。有啲地方如果我本身冇咧，佢都會建議俾我，同埋會有一啲簡介。就俾我選擇去加唔加入行程。睇完佢建議嘅行程，如果係鍾意嘅，你亦都可以叫佢更改。佢就會話俾你聽應該加入邊一日嘅行程，仲會話埋俾你聽優化後新版嘅行程。如果覺得新版嘅行程唔鍾意，亦都可以叫佢更改。因為新版嘅行程，佢就減咗我一個花園午餐嘅體驗，所以呢，我就叫佢加返俾我。佢就會同我講加返喺邊一日係最暢順嘅。我跟住佢嘅建議，就喺自己份 Excel 度更改，跟住再上傳，叫佢再檢查一次我嘅行程係咪已經最順。佢就會再幫我檢查。佢檢查完我呢一個新版嘅行程，就話我呢個行程已經好完美，係最順暢㗎喇。佢講到我呢份行程咁正，我反而有啲驚，所以最後一定要人去把關。第二步呢，就當然係 human in the loop 啦。呢一個咧係非常之重要，自己必須要親自去查證，去檢查呢個行程表。因為之前講過啲 map 可能係錯嘅，而裏邊咧佢同你講啲簽證嗰啲咧，你叫佢俾翻個 source 嚟，直接去翻嗰個 website 嗰度查證，唔好完全相信 AI 所講嘅嘢。所以呢一步咧都係要自己去查證，因為 AI 其實已經幫咗你行程好多噶啦。而家咧，我哋只係根據佢嘅行程再檢查咧，其實已經係快咗好多。如果你有朋友去過，你亦都可以 send 俾朋友去問一問佢，叫佢幫你睇一睇，問下意見。所以今次咧，其實 AI 嘅初步規劃咧係俾咗我80分嘅靈感，但係咧，如果冇我嘅把關咧，剩低嘅20分咧已經足以摧毀整個嘅行程。不過咧，其實對於我從來都未去過歐洲，連日本都未去過呢，我會俾90分，因為如果冇 AI，我一定唔會自己去規劃行程去北歐，所以我會俾90分佢，私人剩多10分。呢一份結合咗 AI 同埋我嘅審核之後，最後優化出嚟嘅行程就已經準備好啦。如果大家對我呢個行程指令有興趣，就留言話俾我聽，我就會整理成一篇文章係俾大家參考。下一集我會講解我點樣去用 AI 做好出發前嘅準備，包括行程清單、AI 導遊。如果大家覺得呢個教學對你有幫助，記得訂閱同埋分享俾朋友啊！撳埋你嘅 notification， 咁你就會收到我最新教學。最後記得 like、comment、share 去鼓勵我繼續拍片。下集見！大家睇晒成個教學，就會覺得 AI 好美好，但係有時候 AI 都好臭串，同埋會做錯嘢。我呢一個行程就用 Deep Research， 一切好似好美好，叫佢俾 Excel， 但係呢一個 Excel 係開唔到，跟住我就同佢講錯咗，佢就更新俾我，我都係開唔到，跟住佢就唔俾 Excel， 叫我自己喺呢度睇，我咪喺呢度睇咯。發現佢啲地圖全部都係錯喎，我有圖有真相咁樣同佢講開唔到，佢同我道歉，仲要話我講啲嘢完全正確，仲幫我修復，都好似好美好咁樣啦。跟住都仲係錯，佢都仲喺度道緊歉，
佢終於明白我點解咁沮喪。跟住我再話佢錯，佢就開始唔理我。跟住佢就同我講，叫我自己喺 Google Map 嗰度貼上景點去揾，又唔錯得晒嘅。我係可以自己貼上景點自己揾嘅。不過佢呢一下真係，Gemini有時候同佢講多幾次啦，佢就會用呢啲咁嘅態度對你嘅。所以如果你同 Gemini 溝通呢，你預咗有時候佢會串少少。